大家好，我是韩大狗。第一次录节目，很紧张，也很激动。昨天来彩排，看这舞台，这布景，感觉节目把我们都当成脱口秀明星了。昨天一到节目组订那个廉价酒店，还只是朋友。廉价酒店我熟，大家可能也住过出差旅游。我们平时每周巡演住的都是那些便宜的快捷连锁酒店，太难住了，里边的一次性用品也很劣质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越廉价酒店那个拖鞋材质就越薄，对，比兰州拉面那个牛肉还薄，像餐巾纸做的一样，感觉能遇水即化了。而且这个拖鞋每天被绑着，处于一个折叠的状态，它已经变成2D 的了。它是个平面，你的脚塞不进去的。我在那试图穿着拖鞋，像在撵烟头一样，感觉这拖鞋多穿几次，我脚趾能点超了。而且我希望这些酒店能不能达成一个共识，就你们把一次性拖鞋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，有必要藏那么深吗？又不是找新娘的鞋子。我一进门就要找那个拖鞋，像在密室逃脱一样，找半天找不到，只能打电话给前台说 NPC 能给我点线索吗？他让我看看衣柜里第2个抽屉，放那个保险柜边上，怎么不直接放保险柜里边呢？这么破这么难穿拖鞋，没有人要带走的，除了2年前的姜子浩。拖鞋不好好准备，给我房间里放了一堆用不太到东西。有些酒店号称为了环保，已经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牙膏、牙刷，但会放着针线包和浴帽。针线包对我来说可太实用了，我终于可以 DIY 双好穿的拖鞋喽。还有那个浴帽对我来说它就是个鞋套。我特意问过身边女生朋友，他们说他们洗澡不想洗头的时候也不会戴着浴帽，太难用了，宁可把那个花洒高度降低。我就很好奇这个浴帽的受众到底是谁。有次洗澡的时候我正好不想洗头，我就戴着浴帽。这个澡洗完我觉得头也要洗洗了，全是汗，他把我体内所有水分都蒸馏出来，搞得我一头雾水的。想着赶紧找个吹风机吹一下吧，吹风机比拖鞋更难找，总是放在一个绒布袋子里面给你藏起来，搞得像这个房间的公章一样。我每次找这个吹风机我就懊悔，我说我刚才找拖鞋的时候好像看到过呀。而且酒店的床上总有一堆东西，我一个人睡，给我放6个枕头，我睡哪？6个枕头，就算是哪吒来睡，都得要2个哪吒才能用完6个枕头，还不够。床尾还会放一条我把它叫做围巾的东西，一条混天绫。我又很好奇，问了身边酒店行业朋友，我说这个东西是给我擦脚用的吗？他说不是，这个叫床旗，是给那些不想脱鞋子、穿着鞋子躺上床的客人垫脚用的。我说那你就好好准备一次性拖鞋不就可以了吗？我最无法理解是有些酒店会把被子塞到床垫下面，很难拉出来。他们说这个叫西式叠被法，我说不用，给我来个中式的就可以了，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放在床上。对，塞进去又很难扯出来。我一边扯那被子一边说这设计也太扯了，那么怕我睡进去吗？我都急了，我说我真的需要被子吗？我盖那6个枕头得了，觉得冷还有一条围巾吗？不是，最后还睡进去了，睡在被窝里动也没法动，感觉自己睡在一个大型的一次性拖鞋里边了。对，这个还行，倍儿形象啊！我每次翻身都感觉床在跟我抢被子。我说别折腾了，赶紧关灯睡觉吧。一关灯，发现酒店里总有一扇灯，你不知道开关在哪。我关的明明是总控，
我对总控的理解是：你把灯关掉，你把电断掉，你把氧气抽走都没有关系。我睡觉用不到这些的。走廊上还有一盏灯在很挑衅的亮着，怎么怕针孔摄像头拍不清我啊？酒店里灯的开关搞得像那个酒桌游戏一样啊，这个是开，这个是关，你猜这个是开还是关？而且有些酒店总喜欢在房间里装一些平时大家装修不会装灯。住过酒店给我床底加了一圈氛围灯，我愣是没找到开关在哪。那一晚上我躺在那个洁白的床上，边上一圈金光闪闪，床边还有双纸拖鞋。这住的啥？元记酒店啊！而且你在酒店洗澡也很麻烦，你在酒店洗澡永远不知道那个水会从哪个喷头里喷出来。我在那调跟个 DJ 一样，一不小心就会从上面像下雨一样淋我一头。早知道戴个浴帽了。而且有些很破的酒店，它的水温不是线性的，就是你洗澡的时候，哪怕你拽着淋浴水龙头把手一点一点、1毫米1毫米这么调，你都得不到你想要的温度。哪怕像电影里弄大道，开保险箱带着听诊器调都没有用，它只有2种温度，还有点冷。哦，走。破酒店搞得我澡也洗不好，觉也睡不好，晚上踢被子脚还崴了。气得我退房的时候就想把那个房卡塞到拖鞋里，拖鞋叠起来放在浴帽里，浴帽用针线包缝起来塞到床垫下面，找去吧你们！估计很快就找到了，有摄像头嘛。谢谢大伙儿，韩大狗，谢谢。罗老师大局观，来各位来了啊！锁票倒计时，再次掌声送给韩大狗。他其实不光是一位优秀的脱口秀演员，他自己还是刚才我老提的那个苏州莱塞俱乐部，然后他是主理人。啊，对。那上台演出的经验比较多，相对比较多，也讲了有4、5年了。然后刚才特别有感触，就是那个晚上蹬被子那个，就是晚上那被子就真的是卡的巨死。我之前每回倍儿困的时候，都得把那个蹬出来之后，开始蹬，晚上自个儿玩印度泡饼在那儿。你说还有一个什么床会有氛围灯啊，跑马灯啊？它底下有一圈，围着床底做了一圈那个氛围灯。跑马灯，跑马的汉子，你在上面就，我真是开了眼了，是吧？您也觉得他那个中间那些细节找的挺准的，对，特别好。我其实昨天晚上他刚才讲那些事儿，我已经碰到了好多。我昨天晚上因为找一个不知道是加湿器还是空调的一个机器的开关，我不知道怎么开关，我把那个电给拔了。然后电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开关，我说你亮着吧，我就亮着睡的。关了那个总开关以后，依然洗手间有一个，它不是氛围灯，是洗手间的一个夜灯，夜灯，小夜灯，对，那个我必须要关。我找了半天把那个关了，然后床旗是我第一次知道这叫床旗。我不知道它是搁脚的，我一直认为它是个很高档的，我每次把它叠得很好放到旁边。您还帮他把它叠了呀？对，因为我觉得我说这个它一般都是那种你也叠那种像绸缎一样，你会觉得它是个装饰。对，我认为它可能是高级的东西。没有当过披肩吗？这么着差点。让我们感谢一下韩大狗精彩的表现啊，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有趣的讨论，谢谢大狗，谢谢。大狗前面是小帕，韩大狗怎么能接受这么帅的表演？前面2分钟啥声没有，我寻思完了，我要安慰他了。后面就是硬靠自己讲起来了，很为他感到开心。韩大狗上去的时候，我其实有点担心，因为他没有走自己的人设，然后走了一个观察，而且那个观察还是不是那种大共鸣的，他的处理，他的
类比它的洗衣球用的非常好，把所有的元素都混在一个空间里，然后一直重复的出现，最后拿情绪顶上去。今年还是证明了自己